這個母親節我不會跟我們家的媽媽說謝謝。我知道這聽起來很糟糕，但是集智慧與美，不要講話。集智慧與美麗於一身的存在。然後有水兵，我想要做事情要花妈。你可以不要吵吗？這是很溫馨的，你不要在這邊鬧好不好？你家爹的還是水兵？你給我放開！放開我！這幾年我們家有了2個小孩以後，每次當我看着這2個小孩越長越大，越長越大，然後再看着我們家的媽媽的時候，我就覺得一個媽媽到底是怎麼樣生出這樣子2個小孩的？我都會對於這種生命的連結感到很奇妙，就是一個小孩竟然是有一個母親懷孕10個月，然後這樣子蹦出來的。不管是一個丈夫還是小孩，我們能夠對媽媽說謝謝，這2個字，我覺得真的就只是最基本的，但是很多時候它也是最廉價的。今天我們要去 gymnastic， 然後就变成什麼？什麼啦 ？Mother's Day。Mother's Day 耶！從懷孕開始，媽媽們被犧牲掉的不只是身材，不只是她的美貌，其實還有各種時間啊。我覺得人生的各種選擇啊，為什麼不選擇去賺錢工作，不選擇去發展自己的事業，而是把重心放在孩子身上？我覺得這個其實都是媽媽們的犧牲。但是當每次看到我們家的媽媽的時候，我都會覺得她好像都不會把這些犧牲當做一個被剝奪的東西。我覺得這好像就是媽媽們的溫柔，就是媽媽的溫柔，就是在於即使她看起來為了這個家庭，為了孩子做了很多不可逆的決定，但是卻很少看到媽媽跟爸爸計較這些，或者是跟孩子計較這些自己的犧牲。好了，跟媽媽說拜拜啦！拜拜。回去抱一下。拜拜。我等一下就回来了。拜拜。等一下就回来了。那虾子呢？虾子晚上吃的啊。好。你这样也可以走。拜拜。拜拜。拜拜。但我觉得对一個小孩來說，我覺得要一個小孩承擔這些一個母親愛的重量，實在是太過沉重了。我覺得愛的重量是永遠都不對等的嘛。就即使我現在活到30幾歲，我覺得我對我媽媽的那個感謝，我自己本人的媽媽的那個感謝，我覺得真的還是只能用感謝來形容。我覺得我好像我也不太知道我能夠多為她做點什麼事情這樣子。但是當我自己成為爸爸以後，我發現其實身為一個爸爸，身為一個丈夫，其實我們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做，是可以真正的表達我們對於一個母親的感謝的。所以想要跟大家講5個很具體，身為一個丈夫，身為一個父親，你可以做的事情。所以第一個就是家裡所有沒人要做的事情，沒人愛做的事情，就是由爸爸來做。我在這邊指的特別是那些骯髒的事情。哎呀，哎呀。所以，例如說，最常見的就是洗廁所、洗馬桶啊。畢竟爸爸就是炸馬桶的來源嘛，所以馬桶就是由爸爸來刷。再一個就是小朋友的洗屁股，我覺得是要由爸爸來洗。至少我們家是這樣子。畢竟我覺得一個就是小朋友很重嘛，就是小朋友你看他現在這樣子這麼重了，然後他屎還這麼多。我覺得特別是2歲到3歲的時候，小朋友已經很重了。那我覺得這種時候，如果爸爸能夠主動承擔起這些事情的話，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成熟男人的表現。就不要在那邊說什麼，哎呀，好惡心啊，多尊貴。如果你去看過媽媽生小孩的血淋淋的畫面的話，你就知道我們現在摸這些屎尿什麼的，一點都不算什麼。走，去，喂。哇，是狗哎！所以好不好？建議所有你們準備要生小孩的爸爸們，如果可以的話，你們都去現場看一下，
你保證一輩子難忘，你會重新對你老婆肅然起敬的。所以第一個，爸爸要承接那些骯髒事的大原則，就是你就是要做那些做了沒人誇，他不做又會被罵的事情，全部都要由你來做。第二個是我自己看我們家老大出生的那整個過程，然後我們之前也有拍成影片給大家看，那時候在台北榮總，然後他非常難產。然後從那個時候那一天晚上，我就下定決心，就是以後如果我的小孩，那時候還不知道生幾個，後來生了2個，就生這個更辛苦。以後我的小孩只要他們敢打媽媽的話，我絕對把他們吊起來，就有拎起来一下，這樣子。比如說他有時候這樣打媽媽，然後這樣生氣嘛，我就給他這樣子，嗚，喂喂，啊，喂喂，不是這麼和平的，但是只要他們敢打媽媽，或者是對媽媽有一點那種攻擊行為的話，我整個理智就會斷掉的那種。它會讓我聯想到很多這個媽媽為小孩的犧牲，然後是小孩不理解的。我也不期待他現在理解，但是我讓他用身體理解。對我來說，我的原則就是絕對不可以打媽媽。打媽媽就是需要受到一個非常嚴厲的管教。這個管教是需要由爸爸來做的，因為爸爸需要讓小孩懂得尊重媽媽。第三個爸爸可以做的具體行動，就是爸爸要替媽媽接住孩子的情緒，避免讓媽媽成為一個情緒化的人。我猜大部分的家庭都跟我們家有一樣的狀況，就是我們家的媽媽雖然看起來很理性，但是我們家的媽媽還是屬於在一個家中比較情緒化的一個人這樣。你們2個都好好吃完哦。如果你沒有好好吃完，弟弟就會學你沒有好好吃完。媽媽的溫柔也是來自於媽媽的感性，對，所以我們沒有辦法要求媽媽有那個溫柔，但是又要求媽媽不要這麼情緒化。我覺得這很不合理嘛。我覺得這時候爸爸就應該要主動出來，承接住大家的情緒、大家的感受。因為對我們來說，我們可以是一個很好的垃圾桶嘛，因為我們很能夠把事情跟感受給區分開來，所以我們應該是能夠很好的化解媽媽的感受的這個部分的。把這個資訊處理成，孩子他只是在很有情緒的狀態而已，他不是討厭我。大部分的媽媽真的比大部分的爸爸更用心在帶小孩。我覺得爸爸們帶小孩的原則就是小孩有呼吸就好，至少我是這樣子啊。但是媽媽卻會在意，就是小孩有沒有吃好啊，有沒有睡好啊，然後他這個品性 O 不 OK 啊？久而久之，好像當媽媽一直在管這些東西的時候，好，媽媽就變成一個很情緒化，然後很龜毛，然後又很愛念的一個人。所以我覺得爸爸能做的事情，就是當你感受到你的太太已經被過度刺激的時候，你就要趕快及时出來接手。怎樣？不要再叫了啊！我也想要講到第4點，就是我覺得身為一個爸爸，需要保護媽媽在孩子們心中的形象。我覺得最爛的狀況就是媽媽在那邊生完氣，管教完小孩之後，然後爸爸在那邊說哎，不用想這麼多啦，媽媽就是脾氣比較不好，媽媽就是比較情緒化的一個人這樣。我覺得這種就是超級你怎麼不去死？我的意思不是說我們不能檢討我們的育兒、我們的教養的策略，或者是媽媽有時候在教養上面的一些選擇，而是我們不應該在孩子面前做這件事情。當媽媽就已經做了這個決定，在小孩面前已經做了這個決定以後，我覺得身為爸爸、身為丈夫，你就是盡可能的支持你的太太。那有什麼東西是你覺得可以做得更好的？你們可以等到小孩睡了以後，或者是沒有小孩的時候，你們再討論這件事情。最後一個我覺得最重要的，我覺得也是很容易被挑戰的，就是不要讓媽媽當壞人。因為就像我剛前面說的，媽媽是很介意孩子的成長的。像是我們家的狀況，就是我們家的媽媽很介意小孩吃過多的糖。那有时候我就會覺得，可是小孩開心其實也蠻好的，可以不要再丟了嗎？但我就覺得，其實有時候小孩很開心，可以吃個冰啊、冰淇淋啊、冰棒啊，或者是糖果啊，我就覺得其實應該也沒關係吧，這樣。但是我們家的媽媽就會比較嚴格的執行這件事情，但是我的問題啊，她是這方面她是比較有原則的。我覺得這種時候就很容易讓媽媽會變成壞人，就好像媽媽都是不願意給福利、不願意給好處的那個人，好像所有的好處都是爸爸給的，爸爸才是最愛我的那種。我覺得
千萬不要在孩子面前就是樹立出爸爸才是好人，爸爸可以寵你们的这種形象。我覺得也是特別需要保護的是，不要讓媽媽在孩子的心中是一個壞人，然後爸爸是一個好人。你是清高什麼？窗簾都關起來。我覺得身為一個父親，我覺得好像沒有辦法做任何一件事情是可以跟媽媽生小孩這件事情有一個對價的關係的。我不是想要往那種很傳統的那種男女分工的那個的方向討論，而是身為一個父親，生小孩這件事情真的是我們完全無能為力、完全幫不了的事情。你唯一做的事情，其實一點點幫助都沒有。但是我覺得我們可以用就是孩子成長的這幾十年的時間來表現我們對於母親這個角色的感謝。對，那對我來說，這個才是母親節的意義，就是可以提醒我們，每一個母親在那個晚上，在那個時刻，她很勇敢地做了這個決定。然後，一個父親，我們應該帶着我們的孩子一起用行動來向我們的媽媽表示感謝。爸爸，不要吵。你想看我吗？妈妈，妈妈，爱你。妈妈，爸爸，爱你。